宋然，我们离婚吧，我和苏月在一起了。他不知道你已婚吗？我们领证从盲，他是第一批志愿者，并不知道。所以是你瞒下已婚的事实去追求他？没有，这次抗议战险象环生，苏月多次不顾生命危险救下我们共同抗议，战胜病魔，时间一长便互生情愫了。宋然，我们领证从盲，本就没有感情，若不是你爸救了我爷爷，也不会有这桩婚姻。我和月月情投意合，互相喜欢，是真心相爱的。当初是你给了我承诺，别说的好像我逼你领证一样。抱歉，爷爷很满意你，我当时觉得你很适合当王夫人，便听从了爷爷的安排，对你许下承诺，让你等我。若没有遇到苏月，我定会和你做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。好，我同意离婚。离婚后，你还会留在王氏吗？婚都离了，我留下做什么？月月促进了葡病毒抑制剂的研发，已经成功加入 KY 国际医疗研究院，我还在考察期，还会回一国。哦，辅病毒抑制剂，苏月有参加研发。月月是医学界的天才，在药物研究这块称得上专家。职场里讲究利益至上，人人之间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。他过于单纯，不适合进入王室，而你天生吃这碗饭，在职场里如鱼得水。爷爷因此重视你，也许不会同意我们离婚。哼，真是可笑，我当初竟然会觉得他可靠。只要你还留在王室，爷爷便不会为难我们。你若留下，我给你1%的股份，每个月都能拿几百万的分红。哼，1%？你当我稀罕？要我离婚给你们腾位置，还让我留下处理王室的烂摊子，给你们赚钱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什么叫做烂摊子？王室没有你也照常盈利。KY 医疗研究院是国际顶尖的存在，我和月月的选择再是为国家做贡献，为人民服务。你享受着奢侈生活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不会留在王室，也不要你的股份。我在王室占股4%，按照现在的估值算，大约15亿美金。我只会带走自己的东西。4%？你怎么会有王室这么多股份？2年前王室财务危机，我投了5个亿。5个亿占股4%，王氏的股份何时这么不值钱了？我知道王氏危机，也知道他进入公司工作，但没人告诉我宋冉投资5个亿的事。5个亿占股4%，这简直是贱卖，定是他接触到了集团内部，故意低价收购。想到这，他不禁恼怒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宋冉却砰将门关上。王优秀神色难看到极致，连夜去了苏月的公寓。苏月从王优秀口中得知宋冉说的话，眉头皱得极深。王氏那么大的集团，2年前的小危机完全不足为惧，股份不可能跌到这地步。投资5个亿怎么会占股4%？更重要的是，他哪来的5个亿？还以为是个心思通透、敢爱敢恨的女人，倒是我看走了眼，没想到她会这般贪心。别说15亿美金，5亿她都休想得到。他在农村长大，过了2年的贵妇生活，贪心些倒是正常。你们没有感情，他若爽快点答应离婚，我倒是可以给他1000万。月月，你真善良，能遇到你，我3生有幸。他没学历没能力，同为女人，我也不会为难他。月月，我们好久没亲近了。此时宋冉站在窗户边，一想到明早不用早起去王室，心里舒畅极了。这个婚离了也不错。这时宋冉的手机响了，点进去是谢老发来的消息。宋丫头，策划案我看了，很不错，我答应和王氏合作。谢老，我要离开王室了，合作是否还继续？您考虑一下，我离开后并不能保证项目能顺利进行下去。手机对面，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唇角忍不住上扬。管家见状的急忙慌地跑过来。老爷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快去查查，宋丫头是不是要离婚了？老爷，王优秀刚回国，应该不可能和宋小姐离婚吧？你懂什么？王家那小子我见过，是个傻的。等宋丫头离婚，长亭就有机会了。事不宜迟，快去查查。1日一早，宋冉来到王宅，他在大门口碰到了王优秀和苏月，两人手牵着手，好似新婚夫妇。顾母笑容满面的走出来，握着苏月的手。月月来了，伯母可想死你了。伯母好。冉冉，这2年你在王氏任职也拿到不少钱，就当王家补偿你的，早点把离婚证领了，对谁都好。以后不用你买养颜膏了，把联系方式给我。切！宋冉无视了他，直接进入大门。不愧是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没教养。伯母不用和他一般见识，你口中的养颜膏是什么牌子的？我可以找到。还是月月孝顺，那我待会儿把照片发给你。王母与两人告别后，就去参加聚会了。王优秀牵住苏月的手往楼上走去。王老爷子看到两人，再也忍不住怒气，抄起杯子用力砸了自己。宋然，你和爷爷胡说了什么？混账东西！冉冉等了你2年，却带了不三不四的人回来，还敢提出离婚！爷爷，月月是苏家大小姐，从小便是于氏女性的典范。你以前分明很喜欢她，
怎么能听从宋冉的一面之词就误会他？知三当三，这叫误会。王老，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你孙子结婚的事，若是知道，我一个身家清白的姑娘，定会远离他。他看向王优秀，眼中满是怒气。是你说和宋冉没有感情，迟早要离婚，我才答应你的追求。现如今我背上小三的名声，被人耻笑，你的家事自己处理好，我们分手吧。月月别走，爷爷被宋冉欺骗，糊涂了才误会你。若你离开我，宋冉不答应离婚，王氏迟早被他架空，我的家就毁了。你今天必须处理好这件事。好。王优秀看向老爷子，坚定道：爷爷，你不让我出国，我着急结婚才骗你我喜欢宋冉，直到遇到月月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月月如今是 KY 国际医疗的组长，好几所高校邀请他去演讲，他身份高贵，受人尊敬，这样的人才配当我王家主母。 KY 国际医疗，国际顶尖研究院，考核严苛又刁钻，医学类的教授都不一定能通过考核。苏月竟还是组长。王老爷子收回了些冷气，出声道：既是误会，我向苏小姐道歉，但我王家的孙媳只能是宋冉。爷爷，我认定的事不会改，你若拦我，我便跟着月月去异国，这辈子都不回来了。越阻止反而会适得其反，若优秀真和苏月跑去异国，这个家就彻底毁了。王家子嗣单薄，我唯一的儿子还去世了，孙子对商学不感兴趣，一心学医，孙女不思进取，只知吃喝玩乐。他们不争气，我只能把筹码压在孙媳身上，可没想到这臭小子居然出轨了。王老爷子思绪良久，面带愧疚地看向宋冉。冉，是王家对不起你，只要你不答应，爷爷就算死也不会让你们离婚。既然王优秀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也没必要赖在王家不走。宋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你回去也是多余的，不如留在王家，爷爷也没多少日子可活了。我走后，王氏是你的。爷爷，王氏怎么可以给一个外人？爷爷，20岁之前没有宋家，我能活得很好，以后也不会差。这婚，王优秀不离，我也会离。我没有那么大的心胸，丈夫出轨还继续留下管家。老爷子最终叹息一声：你们俩出去，我和冉冉聊聊。王优秀还想说些什么，苏月一把把他拉走了。王老爷子看着宋冉，目光复杂。冉冉，我可以同意你们离婚，不过你当初投了5个亿，就只能带走5个亿，股份不能带走。这2年的分红，我会让财务再拨1份给你。为什么只能带走5个亿？既然离婚，你就不再是王家人，握着王氏4%的股份不合适。爷爷，我没想过要王家的1分1毫，否则也不会签下婚前协议。王氏财务危机，股票大跌，我投资5个亿，占股4%，除了是王家儿媳，我还是王氏的股东之一。我为王氏付出所有，现如今股份大涨，一直呈上升趋势，我的功劳是最大的。股份可以不给，按照市场估值，我要15亿美金。15亿美金，这根本不可能，加上分红和补偿，我做主给你人民币7个亿。哼，我明白了，爷爷这2年对我的好，只是因为我有用，能给王氏带来利益。倒是我看错人了，您让我签下婚前协议，又能好到哪里去？王优秀出轨，我可以净身出户，你们王家的东西我不稀罕，但属于我的东西，谁也抢不走。冉冉，我很感激你当初投资5亿，让王氏得以喘口气。可我了解到，你爸妈只给了你5000万的陪嫁。哼，无论钱从哪来，我投资是事实。你是婚后才入股的王氏，在这之前你已经签了婚前协议，拿不走王氏的1分1毫，给你7个亿已经是恩赐了。股份转让书我还没签字。原来你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。做人要识趣些，闹大对你没有好处。宋家不会帮忙，你和王家作对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既然王老想吞下我的钱，那就别怪我起诉了。哈哈哈，起诉又如何？我倒是看看哪个律师敢给你打官司，和王家作对。王老都活不了几年了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说完，宋冉转身离开。老爷子面色煞变，顿觉喘了个气。公寓里，真不知道爷爷为何这么重视宋冉，竟想着把王氏给他。据我所知，宋冉没有考上大学，只混完了初中，还逃课打架，欺负同学，他根本没能力当副总。没想到他还是个混混。2年前王氏的危机我有了解，3个董事趁你爷爷生病联合搞事，挪走公款逃去国外，最后警察把人抓回来了。要说功劳也是警察的，也不知怎么传出功劳是宋冉的，还传他谈成多个合作，稳住了王氏。至于那5个亿，宋家都看不起这个报错的女儿，不然也不会刚找回家就把她嫁了，不可能给5个亿的陪嫁，最多几千万。我怀疑他做了违法的事，万一某天爆出来，指不定会连累王氏。你爷爷和我爷爷认识了大半辈子，王氏危机时，家里和我通过电话，我让他们尽量帮忙，结一个善缘。月月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怎么都没说？
我又不是那种邀功的人，要不是宋冉太过分，我都没打算说出来。月月，你太好了，爷爷糊涂了才会被宋冉欺骗。等我们结婚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知道。不一会儿，王优秀收到管家发来的消息，得知爷爷和宋冉谈话的全过程，抱住了苏月。爷爷同意我和宋冉离婚了，我们可以住一起了。我早就猜到了。免不了要打官司，爷爷给了7个亿，宋冉都不要，硬要贪走15亿美金。他可真是贪得无厌，放心，打官司也不怕，他那钱定是违法所得。律师我们可以请裴景，他声誉很高，是律师界的冷面判官，出了名的公平，我们见过几面，请到他必赢。月月，幸好有你。宋冉刚到家就接到了谢老板的电话。丫头呀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有没有空来老头子这坐坐？谢老，我最近可能会比较忙。我知道你忙，王优秀的事我也听说了，我有个厉害的律师朋友，可以请他打官司。谢老介绍的律师一定是极好的，倒是省了时间。谢谢谢老，改日我一定登门道谢。我把我孙不是朋友的微信推给你，你们先加上聊了。谢谢谢老，有时间我一定上门感谢您。也不用着急，等官司胜诉，来谢爷家庆祝一番。好。电话挂断，谢老已经把名片推了过来。孙律师您好，想咨询您一些事。与此同时，盛瑞律师事务所裴景刚忙完手里的事。孙律师加错人了，确定是谢老推的名片，他加了好友。宋小姐吗？是我，孙律师你好。宋小姐真见外。见外，既然是谢老的朋友，应该40、50岁了吧？他继续打字。孙叔你好，谢老给我推了您的微信，说您擅长商事纠纷的案子。看到孙叔2个字，裴景有一瞬间的错愕。恋爱还没谈上一个，都被同龄人喊叔叔了。他也没解释什么，聊了10分钟，搞清楚了对面的情况。宋小姐，方便的话，来盛瑞律师事务所细聊。第2日，宋冉来到盛瑞律师事务所，好巧不巧，又在门口碰到了王优秀和苏月。宋小姐，该不会也是来找裴律师的吧？可惜了，像你这种使用非法手段收敛他人财产的人，裴师哥才不会帮你打官司。苏小姐就这么确定盛瑞律师事务所会帮你一个小三打官司？苏月气红了脸，伸手拽住宋冉，被宋冉嫌弃的丢开了。管好你家的恶犬，再对我吠，下次直接卸了他的胳膊。宋冉，你说话太难听了。月月一心为你着想，劝你回头是岸，没想到你这般冥顽不灵。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，这次我就放过你。若有下次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宋冉无视了他的话，转身走向接待人员。你好，我找孙律师已经约好了。指向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。孙律师在那。谢谢。裴景往前走，准备主动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只见女生目不斜视的从他旁边掠过，直奔孙毅，礼貌的伸出手。孙律师你好，我是宋冉。你好，请问你这是？谢老向我推荐您，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让我请你打官司。谢老居然认识我，还给我介绍顾客。想到这，孙毅怎么也压不下嘴角的笑容。原来是宋小姐。一旁的裴景眼看事情越跑越偏，主动开口道：宋裴师哥，裴师哥你好，我是苏月。抱歉，我不习惯和人握手。你是？师哥，我也是于大毕业的学生，比你小3届，我们还一起主持过晚会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师哥帮我们打官司。我们要打离婚官司，好处不会少了裴律师。孙律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您和这位裴律师哪位的职位高？苏月闻言，嘲讽的笑出声。宋小姐，我师哥是盛瑞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，不会接诈骗犯的案件。诈骗犯，苏小姐有证据吗？造谣要负法律责任。是这样的，2年前，他将事情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。我们也不是非要为难他，王爷爷给他7个亿，他看不上，要15亿美金。15亿美金，多么可怕的数字！这位宋小姐居然狮子大开口，这案件胜诉的概率也太小了。宋小姐，方便问一下，你这5亿是如何赚的吗？所有人的视线停在宋冉身上，等着他解释。谁主张，谁举证。王家要抢走我的股份，认为我投资的钱是诈骗所得，应该拿出我诈骗的证据，而不是我要证明我的钱是从哪来的。裴律师，法律是这般规定的，对吗？二位需要拿出宋小姐诈骗的证据，若属实，这笔钱就不用还回去，上交警方。凭什么？苏月按住王优秀的手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。2年前，国内曾发生一次大规模诈骗案，不知多少家庭因此破碎，诈骗犯却不知所踪。这个时候，宋小姐正好拿出5亿。他的话没说完，却足够引起众人的怀疑。易保洁阿姨听到，忽然冲到宋冉面前：“宋小姐，求求你把50万还给我，那是我老汉的救命钱啊！钱被骗，没有手术，他没了。可是我还有孩子需要养，求求你
把钱还我！事件发生突然，大家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宋冉被吓得后退一步。保安，把他带走！两个保安迅速跑来，将保洁带走。苏月没想到还有利于他们的事发生，眉眼间均是喜色。没有证据便是造谣、污蔑，都是从事律师相关职业的人。若让我听见有人传播不实言论，律师界将永不录用你们。师哥为何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替宋冉说话？难不成两人认识？孙律师，这个案件我不接了。宋小姐，今天的事我会如实和谢老说。我若接下案件，便是你的代理律师，可你还不愿告诉我这5亿是怎么来的。更何况你的诉求是15亿美金，你这般狮子大开口，我做不出违心的事。司律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裴律师接了我们的案件，打赢官司是迟早的事。宋冉，我劝你别再执迷不悟，拿上7个亿，自觉离开。不是声音大就有理，我不但要拿回我的钱，还要起诉2位恶意造谣、诽谤、污蔑、毁坏我的名声。盛瑞不接，我找别人，打扰了。没有迟疑，他不疾不徐地迈步离开。宋小姐，还有事？你的案件我接。裴律，你不是答应接我们的案件吗？怎么能再接别人的？我何时答应会接你们的案件？苏月拧着眉，已然确定两人认识，他表情凝重，开口劝道：师哥，虽然你和宋小姐认识，出于人道主义接下她的案件，可此事事关重大，被诈骗的还有盛瑞律师事务所的员工，您身为律师，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。苏小姐，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说完，裴景朝宋冉走去。宋小姐，昨日和你微信聊案件的人不是孙律师，是我，我姓裴。谢老说的律师是你吗？来我办公室聊。看着男人的背影，宋冉没有犹豫地跟上。路过孙毅时，他脚步停住。抱歉，孙律师，是我认错人了。室内很安静，两人没有交流。裴景放下文件。宋小姐，抱歉，您说。这份婚前协议对宋小姐无利，具有法律效应。即使王优秀出轨，你也占不到任何好处。他的东西我看不上，我的诉求是成功离婚，保住我的股份。当然，能直接给我15亿是最好的。毕竟王氏很快就要走下坡路了，股份会越来越不值钱。私下协商是最有效、最保守的方法。不过按现在的局势，只能走法律流程了。他拿出一份合同放到他面前。宋小姐签下这份委托代理合同之后的具体事宜，我会全权和对方律师交涉。宋冉没有犹豫，拿起笔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宋小姐不认真看看吗？你是谢老介绍的律师，我信你。裴律师不问问我钱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无论来处是都不影响官司胜诉。大多数人向来只信表面，不会深究内里。宋小姐问心无愧就好。宋冉走出事务所，这时手机响起。冉冉，你和优秀要离婚了吗？你方便回一趟家吗？好。来到宋家，气氛凝重。宋冉像个犯人一样站着，被他们审视着。宋老爷冷着脸，一双深邃威严的眼盯着他，眸中是压制不住的怒意。宋冉，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我要离婚了。就因为你想嫁给王优秀，叔叔选择让给你，才2年就闹出离婚的事，你让宋家的脸往哪搁？爸，叔叔不喜欢王优秀，怎么能说让？宋家让出北郊那块地，王家本来都答应解除婚约了，是他上赶着嫁给王优秀，还私下签了婚前协议。你知道外面那群人都怎么讨论他吗？花瓶、恋爱脑、蠢货，宋家的脸都被丢尽了。爷爷，您先消消气，王优秀和苏家小姐搞在一起，冉冉是被出轨的，不怪他。宋怀是宋冉的亲哥，也是宋家长子。大侄子，你这话我就不认同了。王叔可说了，宋冉给王氏投了5个亿，倒是没想到二哥私下给了亲女儿这么多钱，不知道叔叔出嫁时会不会给这么多陪嫁？冉冉的陪嫁是5000万，没有5个亿。三弟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查流水。那他的5个亿是怎么来的？宋冉，你投给王氏的5个亿是怎么来的？不会真像苏家小姐说的那样，2年前的诈骗案和你有关？宋老爷喊我回来，就是为了知道我这5个亿是从哪来的吗？知道又如何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报错这是一个意外，不关叔叔的事。即使没有血缘关系，她也是你妹妹，你不要怨恨，更不要生出一丝要争夺的心思。她有的，你也会有。宋老爷放心，我不会抢宋锦书的东西。一声宋老爷，彻底断了祖孙俩。宋冉刚到办公室门口，万秘书抱着一堆文件迎上来。宋总，这都是这2天积累的。以后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我是来辞职的。收拾完东西，宋冉抱着箱子离开办公室，迎面走来一行人。哟，这不是宋总吗？抱着这么多东西，准备去哪？说话的人是赵明胜，王优秀的亲舅舅，
回国后入职王室，当上了技术总监。宋冉正准备离开，赵明胜挡在他面前。长辈问话不回，不愧是乡下人，和苏月小姐压根没得比。即使我离开王室，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废物的事实。好狗不挡道，滚！这一番话可给在场的人都惊住了。想走可以，谢氏的合同还没签下，你必须把工作完成。我现在不是王室员工，你们的合作干我何事？赵明胜出手打落宋冉的箱子，宋冉抬眸，眼底杀意翻涌。你们检查一下，他有没有偷拿公司的东西？没人动，更没人回话。赵明胜举起手臂指过去，公司养你们是干？啊！救护车，喊警察！再嚎一句，信不信下巴给你卸了？见他这副惨样，大家心里闪过一抹畅快。赵总监，我既决定离婚，便不会在意王室的死活，也懒得管你搞的那些小动作，别招惹我。大家相安无事，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介意把东西寄给那王老爷子。赵总监要报警吗？报什么警？叫救护车！王优秀得知舅舅被宋冉打进医院，第一时间赶了过去。竟然对长辈动手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觉得他善良。外甥啊，宋冉把我打得太惨了，我这班都上不了，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他都不给。舅舅你放心，我帮你找律师，一定会给你要回赔偿。也不用找律师这么麻烦，他离婚应该能分到不少钱，从那部分财产里扣给我吧。苏月刚进门便听到这番话。宋冉签了婚前协议书，分不到你的财产，你要另外给他吗？他利用王室利用我，我怎么可能会分给他财产？月月，你别误会我。舅舅被打成这样，他也许有暴力倾向，也不知爷爷他们有没有受过欺负。我虽在国外，家里的事有随时了解，他倒是挺尽心尽力的。爷爷伯母的身份摆在这里，他倒是不敢。那佣人呢？我上次去王宅，有个叫李婶的保姆哭着说他被宋冉体罚过。还有这种事？要是能拿到宋冉暴力伤人的证据，官司赢面会更大。舅舅，你把伤情鉴定给我一份吧。那个，他替王室工作2年，这次我就不和他计较了。舅舅，我都收到律师函了，你就别替宋冉着想了。赵明胜没办法，只好装头疼，让两人赶紧离开。月月，你为何这么确定宋冉的5个亿是诈骗所得，不是宋家给他的？我表妹和宋锦书是大学室友，她昨日告诉我，宋家确实只给了宋冉5000万赔价。王优秀听闻这番话，陷入沉思。诈骗盛行的那1月，我正好认识了宋冉。若真是如此，他从一开始接近我的目的就不纯，故意塑造成我的理想型，对我释放信号，让我提出联姻领证。等我出国后，他深入到王室内部，趁机低价买走股份，洗钱的同时换取更大的利益。那他心机太深了，怒火涌上心头。王优秀深深压下。月月，幸好遇见了你，才能看清宋冉的真面目。女人天生会演戏，更何况她长得漂亮，你被蒙在鼓里也正常。你舅舅为什么不愿给我们伤情鉴定书？毕竟一起工作2年，舅舅心善，我们就不逼他了。等我回去问问李婶，若是李婶当人证，便能锤死宋冉。那我先送你回家。好。王优秀回到王宅，他找到李婶。李婶，宋冉体罚过你吗？夫人对食材要求很高，怀疑我买的菜不新鲜，所以……他垂下脑袋，把袖子掀上去。少爷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夫人将我打成这样，都没给我医药费。当初被打时，你怎么没说？夫人警告说，若我乱嚼舌根，就辞退我。少爷，我还有个在上大学的儿子，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去医院看看，把伤情鉴定书发给我，我会给你20万的补偿。以后他没机会欺负你们了。少爷，你和夫人会离婚吗？会，她这种女人不配当王家少夫人。随后，王优秀就回房间了。客厅里，李婶收到20万块到账信息，她来到院中，扫视周围，确认没人，这才拨通一个电话。宋冉回到公寓，视线扫过桌面，神色凝住。他放下箱子，看向桌面上的白色信封。杀手组织血明的死亡通知书，通知书一下，1月之内收信者必死。哼，买凶杀我，事情倒是有趣了。宋冉坐到椅子上，思索着，手机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有事？老大，2年了，我终于联系上你了。男人叫白狐，是鬼刹成员之一。自从你走后，6组的不败神话被打破，一组始终压我们一头，还嘲讽我们是跳蚤，只会蹦跶不会动脑筋。大家光想着和一组干架，任务都没完成几个。你们怎么这么废物？能力被压一头，对还对不过。以前有你给我们兜底，欺负了还能打回去，现在不行了，一组来了个大佬，武力值很高，我们都打不过。老大，普通人的生活也没意思。你结婚2年，钱应该也花完了吧？你回来后订单利润你占50%，也可以把你老公带回来，我们把他供起来。我离婚了，
什么？哪个天杀的敢对不起老大？老大，不然你就回来吧。渣男我去砍。正好我们接了一个任务，酬金高达5个亿，本来成功率只有1半，老大一出手，成功率100%。既然离开了，我就不会回去了。没有腥风血雨，没有打打杀杀，不用时刻保持警惕，更不用担心下一刻身边的谁会离开。这种慢节奏生活，我挺喜欢的，就是有点无趣了。老大，你不回来，我就来于市找你，砍死那个渣男。到时候警察肯定会怀疑我是你找的小白脸，我杀了他，你自证清白就行。我跪下求你了。喊爹都没用。对了，帮我查个事，酬金给你100万。白虎想拒绝，又怕他一言不合搞失踪，郁闷地问：什么事？血明给我下了死亡通知书，查查是谁买凶杀我。老大，你2年没出任务，可能生疏了，不如我来保护你吧，免费的。不用，我这2年没有落下训练，这个公寓不太适合改造训练室，得重新买套房了。王家有我专门定制的器材，还有几幅画，等房子定下来，找个时间全部搬走。与此同时，王宅王优秀来到4楼，看向一道不同寻常的门，怎么关起来了？这是夫人的训练室，除了打扫卫生，平时不让人进去。打开。房间里各种健身器材都有，王优秀一一扫视着。他在搞什么？把这块板卸了，放着碍眼，里面的所有东西全丢了，按照原型号规格重新买一套。少爷，夫人的东西都是定做的，不知道型号。没有单子吗？有，少爷您稍等。芳姐把单子拿来，王优秀一看，眼睛瞪得极大。9000万，这些东西居然花了9000万，他怎么这么败家？板子卸走就可以，其他东西都不动，找人来维修一下，要看起来是全新的。好的，少爷。这些画也是他的？回少爷，是夫人从外面带回来的。什么垃圾东西都往家里带？他走近，伸手拿下画，贴到右下角龙飞凤舞的签名。莫里，宋然有3幅莫里的画，这压根不可能，定是假画。难道是莫里弟子的仿画吗？宋然认识莫里的弟子？不可能，他一个乡下长大的人，哪来的途径认识这么厉害的人？王优秀小心翼翼地把画放回去，随即拍下照片。这3幅画好好保存，不许任何人碰。芳姐感受到了少爷的慎重。这3幅画很重要吗？我还记得夫人把画带回来时，随意丢在沙发上，让我装裱起来，神情动作那叫一个不在乎，还以为只是普通画，在擦灰时都没太注意，看来以后要谨慎对待了。另一边，宋冉坐在一辆出租车上，播放一则新闻，于是警方通报，最近涌入一批诈骗犯，各大市民请注意，网恋不可信，谨慎杀猪盘，理财投资不可信。这群诈骗犯没完没了，这才歇了2年，又来于市搞诈骗了。宋冉默默听着，没说话。姑娘，你是外地人吗？我是本地人。你没有口音，于是本地人多多少少都带点口音，很容易听出来。我以前在乡下生活，长大后才来的于市。司机大叔咽了咽口水，打开手机。上次发的那个诈骗犯照片，再发我一份，我好像碰到了。不会吧，诈骗到你头上了？这女生在我车上。快报警，她身上背着5个亿呢！若警察核实是真，我的30万可以拿回来了。喊司机报警的消息一条接一条，后面传来喇叭声，司机大叔才连忙放下手机，启动车子。行驶路上，他时不时看向手机，内心纠结。快要到目的地时，司机大叔深吸一口气，按下报警键。你好，这里是橘子指挥中心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？我是一个司机，我的车上来了一位诈骗犯，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请问对方有刀吗？会不会威胁到您的人身安全？好像没带刀，是个女生，我倒是能打得过她。先生，在保证您人身安全的同时，如果可以，这边建议您直接把车开到警局。可是我要是改变路线，他会不会发现呀？我害怕被他的同伙报复。您报警，他没有听见吗？司机大叔回头看了眼，正对上一双碎暗的双眸，他倏地打了个嗝。我好像被听见了。宋冉一时没忍住，笑出声了。叔，还去警局吗？去，咋能不去？你们这些诈骗犯捞到钱财就逃之夭夭，害得别人家破人亡，必须受到法律的惩治。你为何觉得我是诈骗犯？你莫名有了5个亿，不是诈骗犯是什么？原来我有投资5个亿的事都传这么远了，这误会就大了。我虽然杀过人，但不搞诈骗。你杀过哪些坏人？我想想，7年前临北市有个光头主任贪污受贿，滥用职权，违建工厂，导致发生大火，害不少工人家破人亡。不仅如此，他私吞赔偿金，敛财高达4.8亿，逃跑了1年多。被发现时他被吊死了，其实他不是自杀，是我杀的。司机大叔为了能够顺利到达警局，
转移他的注意力，他故意问：“那你说说，你是咋杀张丽的？”这是秘密，不能说。那为何杀他？替天行道吗？算是吧，我都没收钱，免费的。你还收钱？不收钱，我吃空气吗？7年前你才多大？我不信，有本事你把这些诈骗犯全杀了。全杀了是不可能的，不过可以抓回他们。那你要收多少钱？看心情。你果然是诈骗犯，下一句是不是要收钱才能帮大家把钱追回？呵，我才不会上当。钱我要收，但不是找你们收，而是找造谣我的人收。说这话时，宋冉眸色冷了几分。他连忙下车，锁上车门，朝警局里奔去。帽子叔叔，救命啊！就是他，他说他杀过人，还说7年前那个上吊自杀的张丽是他杀的。7年前他才15岁，一个15岁的小姑娘怎么杀了人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把资金追回？这人无缘无故报警说我诈骗，我想告他造谣诽谤，败坏我的名声。你颠倒黑白。那请问你为何认为我是诈骗犯？我骗你钱了吗？最后在叔叔逼问之下，司机大叔才拿出手机点进一个群聊，才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别人说他是诈骗犯，他就是了吧？没有证据就是造谣。查查这人有可能是我们追踪的这批诈骗犯。他是个好人，有人在群里转账他都没收。你怎么知道大家没有私下转账呢？司机大叔被问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随后司机大叔被单独叫去了办公室进行思想教育。这人刚进群就发了照片，宋冉小姐，你应该被盯上了。你和丈夫打官司，若胜诉拿回股份，便是15亿美金。我若是诈骗犯，目标只会是你，都不要在意那些小鱼小虾了。今后你需要警惕一切接近你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也许都是奔着诈骗你来的。好的，你别不当真，必须重视。我知道的。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以后有怀疑对象都先告诉我们一声。宋冉从警局出来就来了售楼部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女士是来看房的吗？豫园的房子有沙盘吗？有的，您跟我来。另一边，叔叔，你眼光好，也帮我们选选房子。好，来，那是不是宋冉？他不会也是来看房子的吧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姐姐，女士，这片房区比较符合您的要求，上下2层是一套，可以改装。豫园的房价20万1平米，你看的这套上下2层加起来1000平米，2个亿，你买得起吗？在这冲什么大款呢？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有病吧！云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有说错吗？她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，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房子？你不是说她只有5000万的嫁妆吗？都2年了，肯定早就花光了。对不起姐姐，我不是故意。赵云言一把将宋景书拽到身后。齐浩，你护好我室友。宋冉，我表姐和优秀哥是真心相爱的，他们不计较你骗婚，还给你7个亿的补偿，10项点就乖乖离婚，拿上天价赔偿，滚回你的乡下。我当谁这么理直气壮？原来是小三的表妹。苏月知道有你这么一条忠心的狗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我知道了，你不是来买房的，是来钓男人的吧？他看向周围，指着宋冉大声嚷嚷：大家都看看，这人是诈骗犯，靠骗婚拿高价彩礼和赔偿，靠身体骗钱的女人，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，一个破鞋指不定都染病。宋冉给了他一耳光。你敢打我？打你需要挑时间吗？贱人，我杀了你！他发狂地冲了过来，两人厮打在一起。宋景书见状也急忙上去阻止，保安赶到，混乱的现场被控制住。随后4人都去了医院。怎么办？宋家那么宠爱宋锦书，我害他受伤，他们定不会饶了我。你等在外面，宋家人一来，你先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不一会，宋家人出现，赵云言直奔程兰芝而去。伯母，你们别担心，叔叔没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宋冉。冉冉怎么了？齐浩见赵云言顾着演戏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字，直接说道：宋锦书和我女朋友关系很好，她帮我们看房，结果遇到了宋冉。宋冉想买几个亿的豪宅，出于关心，我们好心询问，劝她看看平价的房子，多替家人着想。她不太高兴，让我们滚。齐浩给了赵云言一个眼神。叔叔把宋冉当成亲姐姐，一直想和她拉近关系，但宋冉态度冷漠，还说是叔叔霸占了属于她的人生，让她滚出宋家。我们一时气不过，替叔叔出头，结果叔叔昏迷之前担心宋冉会被你们责怪，一直哭。我说可以推到我身上，他才放心睡过去。这是我本来不想说的，
可我担心宋冉还会继续针对叔叔，他太善良了，容易受到伤害。他话语间均在替宋景书着想。宋三叔和程兰芝没有怀疑，唯有宋怀冷冽的视线扫过两人。宋三叔愤怒地走进病房，看到病床上昏睡的宋景书，眼底一片愤懑。偏头一看，罪魁祸首正在玩手机。他快走几步，一巴掌打在他手上。三叔，你做什么？宋怀见状，第一时间护在宋冉面前。宋冉握紧的拳头才微微松开。宋怀，你打心自问叔叔对你如何？现在他被欺负，躺在病床上生死不明，你竟还护着宋冉。三叔，冉冉想用6000万买断和宋家的亲情，你觉得他会说出让叔叔滚出宋家这种话？外人胡乱说几句，你还真信吗？有什么不能信的？才相处1个月，他能保证他私下是个好的？三叔，我不求你公平对待冉冉，像宠爱叔叔那般对她，但请你别刻意针对，她是我亲妹妹，是宋家千金，不是你的仇人。宋怀将屏幕破碎的手机捡起来。冉冉，待会儿哥哥陪你去买手机，可以吗？不用，能修。程兰芝一心关注宋景书，自动忽略了三人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叔叔从小就怕疼，我们都没让他破点皮，现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肯定很疼。冉冉，叔叔的伤和你有关吗？另一种程度上说有关。看吧，我就说是他害的。妈妈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叔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宋冉针对你，故意害你吗？不是姐姐，是赵云言推的我，姐姐还保护。叔叔，你别再替宋冉说话了，你朋友都告诉我们了。赵云言说了什么？二嫂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宋冉对叔叔有恨，这次运气好，只是撞伤额头，若是下次，他是不是想害死叔叔？你们若冷眼旁观，我就带着叔叔搬出去住。冉冉，是你推的叔叔吗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母亲犹豫了，她眼神复杂，有愧疚，有自责，有难过，也有不信任。冉冉，怪妈妈当初没有看好你，若你在宋家长大，一定不是现在这样。我养了叔叔20多年，亲情无法割舍，你们和平相处好吗？就当妈妈求你了。话音落下的一刻，宋冉笑了。妈妈，你真的误会。我懂了，程女士，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。你叫我什么？他说他不会喊你妈了，也不会再回宋家，对吗？宋怀拧眉，霎时攥紧拳头，心里憋着一口气。既然叔叔没事，我就先送冉冉回去了。叔叔刚醒，正需要陪伴，你多留一会不行吗？冉冉，我们走。医院走廊上，你不觉得是我推的宋锦书吗？你若有心推他，不会陪他来医院，也不会不承认。你去售楼部是想买房吗？不打算回宋家了？不喜欢你们家。那也是你家。那不是我家。豫园有套200平的公寓，你要搬家吗？我只是想重新买一套大点的房子，有训练室，有画室。冉冉会画画，那哥哥给你买，不花宋家的钱。只要是你花的钱，就会挂着宋家的牌子，我不喜欢。放心吧，区区几个亿我还是有的，毕竟等离婚后，我有15亿美金。15亿美金？我投资王社5个亿，占股4%，如今估值大约这个价，哥哥你完全可以放心，不依靠宋家，我会活得更好。宋怀本想说些什么，却瞧见宋然眼神空散地看着前方。陈医生，501病房来了个重点病人，额头磕伤了，家人说绝不能留疤。只是磕伤，你们喊我做什么？不知道我还有台重要的手术吗？陈医生，主任说这是咱医院的投资方，你必须去。陈医生有意生气，当即转身准备离开，视线触及到前方，他倏地停住，愣了2秒钟。陈医生，我们去501走个过场，赶得上手术的。这种小事喊其他人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陈医生，你有时间看美女，咋没时间去走个过场，就几步路了？别胡说八道，那姑娘长得像我医治过的一个小孩，我一时愣住了而已。别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。我来咱医院10年了，咋没见过和那小美女相似的小孩？那是15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我还只是镇上的医生。陈医生，你居然记了一个小孩15年，我要告诉嫂子，你有问题。你嫂子也知道，那小女孩差点被父母烧死骗保，自己逃了出来，若能平安长大，应该22岁了。我的天，还有这种事？对话随着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宋怀收回视线。冉冉，你认识那个医生？我还以为你会叫住他，让他帮宋锦书看看。在冉冉心中，哥哥竟是这种人吗？那我要努力改变一下形象。你加油。一段毫无感情又有些敷衍的对话，但宋怀觉得妹妹能和他好好说话就很不错了。宋怀将宋冉送回去后，拨通了特助的电话。今日售楼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查清楚。另外，让小许去一趟西凤村，查一下冉冉以前的事。
老板，大小姐的事不是查过了吗？那些资料可能有假，好好查查叶氏夫妻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对冉冉的。宋冉不是会多给陌生人一个眼神的性格，今日他看那位陈医生的神色有些奇怪，而那个陈医生看到冉冉时也迟疑了，差点被烧死骗保。他不敢再想下去。宋怀刚到医院，特助就把监控发了过来。他停下，看完视频，神情越发冷冽。此时，病房内传出少年暴怒的声音：“宋冉把我姐害成这样，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她离开？”宋怀一离开，程兰芝便把小儿子喊了过来。宋子洲是个解控，见不得宋景书受一点委屈。你哥可护着宋冉了，生怕我们欺负他。姐姐真的没有欺负我，是赵云言的男朋友。姐，你就别替宋冉说话了。自从他回来，这个家就没平稳过。宋怀推开门，向来温润的脸此刻冷到了极致。小怀不是去送宋冉了吗？气成这样，他又做什么事了？你们就这么不欢迎冉冉回家吗？宋子洲，你就这么讨厌你的亲姐姐？回家第一天我就叫她姐姐了，可她只是冷淡的说了声你好，我又不是有病，凭什么热脸贴别人冷屁股？叔叔，他们不听你的解释，哥哥听，你告诉我，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宋景书想叙述一遍当时的情况，可鼻子一酸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哥，你逼叔叔做什么？阿怀，是不是宋冉和你说了什么，让你误会了叔叔？这时，宋怀终于切身感受到宋冉的孤立无援。宋怀脸回心绪，面无表情地把手机递过去。你们自己看，这是售楼部的监控。程兰芝愣神接过手机，宋子洲和宋三叔凑了过去。叔叔差点被人欺负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你是女孩子，被人占便宜，一直忍着对方只会得寸进尺。你是宋家千金，你身后站着家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怕。宋景书眼泪再一次落下。对不起哥哥，我错了。齐浩一直在骚扰我，可我不敢说，我怕他冤枉，是我勾引他，我怕赵云言针对我，我只是一个假货，我不是真的，我害怕。哥哥会为你报仇的。看完监控，宋三叔暴怒出声：这个畜生竟然敢欺负我们叔叔，老子要杀了他！我误会冉冉了，我还……妈，现在重点不是你误会宋冉，一家人哪有不吵架不误会的？我小时候还被你们冤枉偷东西呢，这狗东西欺负我姐，一定要废了他！必须告他们！要不是赵云言胡说八道，我也不会冤枉了女儿，生出嫌隙。与此同时，火车站，一对夫妻肩上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身材臃肿的叶母擦了擦汗：老爷真要去找锦书要钱吗？不去儿子就要被砍手了，不找他便只能找叶希。你敢去招惹那个怪物？不能去找他，他会杀了我们的。可是宋家警告过我们，500万买断和我们和锦书的血缘关系，不准我们联系他，打扰他。若被发现，便让我们付出代价。蠢货，瞒着不就行了？宋家可是富商家庭，一个月给的零花钱都是几百万。宋锦书身上流着我们的血，就应该供养着我们。凭什么宋家说断了就断了？先要到500万救出宝财，节来势力，再让宋锦书给我们买房买车，在这里定居下来。快走吧！叶父往外走，叶母连忙跟上。两人的身后，一道一瘸一拐的身影缓缓出现。他盯着两人的背影，唇角勾起一抹阴笑，再次一瘸一拐地跟了上去。宋冉收到宋怀发来的短信：冉冉，妈妈来找你了，应该是来道歉的。哥哥有急事先回公司了，不想见的话就不开门。此时门铃响起，妈，你打个电话说一下不就行了？非得跑这一趟，我作业还没写完呢。你懂什么？冉冉喊我程女士，不喊妈妈了，是我对不起她。我错了妈，你道歉，我陪着。冉冉会不会不在？又不熟，我哪知道？程兰芝按了5分钟门铃，宋子洲已不耐烦了：妈，别按了，他肯定不在。那我就在这等冉冉回来。宋冉想了想，起身走出卧室，打开大门。冉冉，程女士还有事？哼，宋冉，你在家为什么不早开门，让妈妈等这么久？你有病是不是？我让她等了吗？冉冉，妈妈错了，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不该怀疑你推叔叔，明明你帮了他，踢了旗号，妈妈却误会你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妈妈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如何？不就是冤枉你一回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这么斤斤计较做什么？我就斤斤计较了，你当如何？宋冉，你就是见不得大家对我姐好，想让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。我告诉你，血缘并不能代表一切，大家对我姐好是因为她善良乖巧，即使她和宋家没有血缘关系，她也是宋家千金，是爸妈的女儿，是大哥的妹妹，是我的姐姐。报错对你不公平，可我们一直在弥补你。爸妈生怕你不高兴，说句话都小心翼翼。大哥还因为你忽视了我姐，你想嫁给王优秀就嫁，想离婚就离，都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哼，你问我不满意什么？那我告诉你，你们做的这一切，除了感动你们自己，还感动了谁？是我让你们对我小心翼翼吗？你们自以为是的付出，我就该感恩戴德吗？我只在宋家待过1个月，
别说的好像你们为我付出了全世界一样，对我而言，有没有你们都一样。你现在住的公寓难道不是花的宋家的钱吗？你衣服、包包、珠宝难道不是？闭嘴！冉冉没有花过宋家的钱，她的公寓是自己买的，那5000万的陪嫁她也还回来了，还多给了1000万。宋子舟不知家里发生的事，脑中一片空白，下意识问出口：不用宋家的钱，那他哪来的钱？王家的。冉冉，妈妈明白太晚了，你不愿意喊我妈妈也没事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，不用弥补。不是妈妈错了。宋冉看着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母亲哭泣，开口说道：你真的很想我回去吗？那你们别认宋锦书了，把他赶出宋家，我就回去。程兰芝嘴角的笑意僵住了，宋子舟随即是铺天盖地的愤怒。做不到吗？那就走吧。冉冉，我们养了叔叔22年，有感情。那就别认我了。程女士，做人不能这么贪心，你本来就只有一个女儿。宋锦书和你们有感情，你们舍不得她，我理解，但是我舍得。我和你们没有感情，你们就当从来没有报错过，别认我。不行，不行的，冉冉。妈，宋冉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姐赶出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走，别求她了。不行。妈，走啊！拉扯间，只听见一道啪的打脸声，三人同时怔住。宋子舟瞪大眼，不可置信地盯着自己的手。我怎么就打上去了？什么时候碰到宋冉的脸了？宋冉把这巴掌还了回去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们两清了。他转身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宋冉，你大爷的！老子又不是故意打你的，我那是不小心的。不小心的，你凭什么打我？还打这么使劲！再踹冉冉的门，我回去告诉你爸。妈，他打我。打你就打你了，不是你先动手的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打了没？是打到了，不就是轻轻的拍了一下吗？打了你，发泄了下，他心里应该能好受些。母亲37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？让冉冉先自己待着吧，你爷爷和三叔都不欢迎他，我求他回去又能如何？冉冉，确实是妈妈错了，等我处理好宋家的事，再来接你回去。晚上，苏月接到了小姨打来的电话。月月，阿言伤了宋家女儿，被警察以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带走了。什么？宋家女儿？是宋锦书还是宋冉？听完全过程，苏月瞬间冷下脸。阿言单纯，定是她们姐妹俩故意设计陷害她。没想到宋家也会干这么肮脏的事。月月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宋家要是不接受私下和解，阿言和她男朋友都得坐牢。这是因我们起，小姨你放心，我会解决好的。电话挂断，苏月把事情经过告知。没想到宋家还能做出这种冤杂事，为了针对我，竟设计陷害我表妹。小姨说云言的男朋友骚扰宋锦书，这事是真的吗？定是假的。云言好歹是赵家千金，宋锦书一个假千金，骨子流的农民的血，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放着云言不要去骚扰他。我明日去宋家见一下我岳宋伯父，了解一下什么情况。最好的结果就是私下调解。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针对我们，不会同意和解的。这事交给我，我就不信他宋家能只手遮天。哼！脸上的巴掌印太明显了，宋子舟觉得丢脸，请了2天的病假。他拿着要走在路上，快到家时，看见2个穿着朴素的人在门外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两人吓得一哆嗦。叶父来时花钱查了宋家，一眼便认出了宋子舟。你好，我们是宋冉的养父母，特地从乡下赶来，想见女儿。我们看看她就好，绝不多留，不会打扰小七的生活。她全名就叫叶七，是哪个七？小七出生那天正好是初七，我们农村人没什么文化，便以七为名。宋子舟仔细打量2人，眼中升起几分怀疑。宋冉早就嫁出去了，你们不去王家，为何来我家？况且都2年了，你们才想起来看她。小七她拉黑了我们都不知道她结婚了。她嫁的那个人对她好吗？叶父沧桑的眼中布满泪花，叶母见状连忙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泪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这对夫妻养育她20年，她居然能做到拉黑断绝关系，这心肠够硬的。宋冉早就搬出去了，住在某某小区5栋30楼302，你们去找她吧。小少爷，我见你和我家小七长得有点像，你是小七的弟弟吗？你们还有事？我们可以看看锦书吗？怎么200万还不够？你们还想找我姐要钱？不是要钱，我们就是想看看她，若是不方便已没事。至于锦书给的钱，我想着先存着，等她结婚的时候做个300-400万的嫁妆。我们没有养过她，能做的太少了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就走。说完，中年男人拉着妻子急匆匆离开了。老爷，我们不找锦书要钱了吗？那儿子怎么办？蠢妇，没听见宋子舟说我们收了宋锦书的200万吗？得罪了他哪还有机会见到人？找宋锦书的是必须躲开宋家人。叶母吸了吸鼻子，没再出声。1日一早，
宋景书出院了，看到孙女额头上的伤，宋老爷面露心疼。这么快出院，医生怎么说的？会不会留疤？爷爷，医生说了不会留疤的，一直待在医院好无聊，我都快发霉了。见宋子舟还杵着不动，宋景书疑惑道：“小周，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快回去上课吧。”我请了2天的假，后天再回学校。这都到家了，你怎么还戴着口罩？宋子舟下意识捂脸，眼神飘忽，正对上老母亲一记警告的眼神。我有点过敏。怎么回事？我看看你在医院的时候怎么不去检查一下？就一点点而已。姐，你口罩被拽下，露出半张印着5根手指的脸，除了程兰芝，大家都怔住了。怎么回事？谁打你了？小周，你被打了，为什么不说？没人打我，这就是一个误会。什么误会要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昨天不是陪你妈妈去找宋冉了吗？该不会是他打的吧？现场陷入死寂，宋老爷气得拐杖杵得咚咚响。他凭什么打我宋家人？爷爷，冉冉也是宋家人，你做什么了？冉冉为何打你？小周，你做了什么？在几人的注视之下，宋子舟嘴里嘟囔着：“是你先动手的。”真是亲哥啊，这都能听清楚。宋子舟，你居然对你姐动手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就轻轻地拍了下她的脸，她可是使劲地甩了我一巴掌。你敢确定是轻轻的？也没有很轻，但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是打了。小周，这巴掌你来的不冤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也没怪他不是。你还想怪他？既然小周不是故意的，就不该下这么大的力，一家人搞得和仇人一样。就是二嫂都亲自去道歉了，他还不愿意回来，难不成要让爸亲自去哄他吗？他不想回来就算了，老子还缺他一个孙女。我警告你们，谁也不许舔着脸去求他。宋家人的脊梁绝不能因一个不懂事的小辈弯下去。程兰芝握紧拳，第一次生出离开宋家的心思。明明是我们对不起女儿，在老爷子眼中求自家人原谅是件丢脸的事，他们就没把冉冉当做一家人。宋老爷板着脸，气氛凝重。管家快步走了进来。老爷，苏家老爷子来了，还带着赵家夫妻。赵云岩在局子里待了一晚上，赵家夫妻上门求情正常，苏家老爷子来凑什么热闹？兰芝，你带叔叔上楼。爸，你不会要饶过赵家丫头吧？我心里有数，你带叔叔上楼。很快，管家将3人迎了进来。赵父赵母提着几大袋贵重物品，脸上带着歉意。苏老弟，这么客气做什么？来就来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我们两家许久未走动了，你腿脚不便，只能我来了。确实，我这腿不方便出门，不像苏老弟还能在职场上厮杀，娱乐新闻说上就上。这些媒体为了热度，什么话题都敢炒。苏轼已经警告过了。我听说天巨那小子又把媳妇气回周家，怎么阿曼去世后，这群混小子连妻子都哄不住？是啊，我家阿曼太绝情了，说走就走，丢下我一个老头子，成天面对这群糟心玩意。这不，孙女婿看上你家孙女，都要和我孙女离婚了。提起这事，我就心口疼。年轻时被这老小子抢走心爱的女人，成了笑话；现在老了，孙女撬走人家孙女婿，我又成了笑话。王家小子和冉丫头签了协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孙女当了小三。听说宋氏想开发城西那块地皮，我今日带了合同，可以当场转给宋氏。他将合同拿出，宋老爷眼神一亮，见这老小子毫不隐藏眼中的贪婪，苏老爷子觉得这是稳了，从左侧胸的口袋里拿起钢笔，放到桌上。现在年轻人的感情不像以前的我们，说风就是雨。只要宋家出一份宋冉和王优秀是协议结婚的声明，这地苏氏无偿转给宋氏。今后有关旅游业的合作，我们也会优先给宋氏。可以，可以。不可，爷爷，冉冉和王优秀并不是协议结婚，是奔着过一辈子去的，打官司会对冉冉不利。据我所知，老王答应将宋冉的5个亿全额退还，还会多给2个亿的补偿，一共7个亿。不过他似乎不满意，两人这才拉扯着没离婚。宋老爷蹙眉，目光扫过合同，立即签下去。爷爷，宋怀想阻止，却来不及了。你家这是换孙子做主了。宋家我做主，你放心，声明下午6点之前会发。宋怀看着固执的爷爷，一阵绝望。见大哥一副天塌的模样，宋子舟不理解，担心惹怒爷爷，将人拉到一边。大哥，爷爷也是为了宋氏着想，而且宋冉也没吃亏，你拦着做什么？你也觉得冉冉只配拿到7个亿？2年补偿2个亿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冉冉在王氏占股4%，按照市场价是15亿美金，区7个亿就想打发人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他怎么会有王氏的股份？宋怀不想解释太多，当即转身离开，招呼都没打。双方合作谈成，
苏老爷子给了赵父一个眼神，赵父立即掏出一块镶了金的盒子，慎重地打在桌上。宋叔，我下班才得知我女儿不小心伤了您孙女，她很愧疚也很后悔。这是一国女皇用过的项链，全球仅此一块，希望景叔能原谅我家云言。云言一直把锦书当闺蜜，不止一次替锦书出头，她不是故意推人的。我女儿太单纯，被齐浩欺骗感情，我们已经把那畜生送进去了。至于宋冉，是云言先对宋冉出言不逊，挨一巴掌是应该的。宋叔，我女儿已经在警局待了1晚上了，求你们高抬贵手。他做事想跪下去，宋子舟眼疾手快地拦住人。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小周，去把叔叔喊下来。好的，爷爷。叔叔，你自己决定吧。红宝石钻石项链是宋景书最喜欢的首饰，他看向这款项链，内心升起一股想占为己有的冲动，最终还是抑制住了。妈妈，我想问问姐姐的意见。好。与此同时，宋冉签完法律起草文书，裴景把准备好的资料推到他面前。有件事比较奇怪，我搜集这些证据时很顺利，就像是有人提前准备好送给我一样。有人希望我顺利拿到这15亿美金，裴律师不用担心，他们送你就接。好，你先过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。宋冉拿起文件，视线一偏，落到他的小臂上，袖口盖住的地方隐约有半圈小小的牙印。宋小姐。这时，宋冉的手机响起。宋锦书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可以接电话的。谢谢。有什么事吗？姐姐，赵家来道歉了，我可以原谅吗？受伤的是你，你想原谅便原谅。谢谢姐姐。没事，我便挂了。电话挂断，宋冉继续看文书，确定没问题后签下名字。裴律师，麻烦你了。应该的，整理好的文件我发一份电子版给你。好，多谢裴律师。送走苏老爷子和赵家夫妻，程兰芝没有看到宋怀，问道：小周，你哥呢？爷爷签了苏老转让的地皮合同，答应发布宋冉和王优秀是协议结婚的声明。爸，你怎么答应了？我去休息了，小周，你和他们解释清楚，别搞得我好像是个恶毒爷爷一样。妈，爸为那快递焦头烂额，若爷爷不答应，苏老定会刻意针对。宋氏旅游业这条路很难走下去，反正宋冉也没损失什么，互利共赢的事，没必要计较太多。你爷爷的选择没错，我就是担心寒了冉冉的心。下午6点，一则澄清声明悄无声息地上了板块热搜。这日，宋怀正在处理工作，许特助拿着资料走来。老板，查到宋冉小姐的资料了，确实是假的。宋冉小姐以前的名字叫叶七，10岁那年便失踪了。叶家夫妻好几天后才报警。我问了村里的很多人，他们说没过多久叶军就买了车，很有可能是他们把宋冉小姐卖了。他们卖了冉冉？是，还有。宋冉小姐7岁那年，房间发生了火灾，只有她一个人被锁在家里。那小女孩当初差点被父母烧死骗保，自己逃了出来。若能平安长大，现在已经22岁了。医生的话犹如坚刃般砸进心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心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，闷得他喘不过气。烧死，骗保，所以陈医生说的那个小孩是冉冉吗？他们还卖了她。宋怀颤抖着手打开资料，一张老旧的照片掉了出来。这是一位邻居奶奶给我的，是宋冉小姐9岁的时候。这是冉冉。宋怀张着嘴，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他把照片收起来，将所有的情绪全部压下。去中心医院。与此同时，叶父叶母蹲了好几日，终于等到宋景书出门，两人跟在身后叫住他。锦书。即使只见过一面，宋景书还是瞬间认出了他们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你们有什么事吗？锦书，你不记得妈妈了吗？我是爸爸。我不认识你们。他做事往里走，叶母一慌，当即哭出声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。锦书，求你帮帮我们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对方一个劲的哭泣，话半天说不清楚。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，宋景书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。你先起来。锦书，这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吗？于是三人拐到一个商场侧面，远离了马路人群。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叶父直接奔入主题，将叶宝才欠赌场的欠条拿了出来。你弟弟欠了700万，我们把房车全卖了也才凑够200万，还差500万，5天内拿不出钱，赌场要砍了你弟弟的手。所以你们是来找我要钱的？锦书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你弟弟了，我们也不想来打扰你的生活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你和小七都选择宋家，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砍手。哼！你们养育宋冉20年，为什么不去找他？来找我，你们的事和我无关。宋景书想走，叶父挡在他面前，瞬间冷下脸。宋冉才是宋家真千金，你一个假货，身上流着我叶军的血，凭什么不能找你？你们从未养过我，没资格找我要钱。若再纠缠，别怪我报警。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宋冉报错的事。突来的一句话将宋景书定在原地。你说什么？
15年前，魏贤得知宋冉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去医院一查才知道你和他抱错了。我们当天来了宋家，看到你生活富裕，打消了念头。拿不出钱，我便去告诉宋家人，当初我们找到你，是你求我们别说出来的。我不信。叶父早有打算，掏出手机，将鉴定书的照片找出来。你自己看。宋景书接过，看到了一张皱巴巴、带着年代感的鉴定书。怎么会这样？